什么是壁挂马桶？其实壁挂式马桶就是把马桶挂在墙面上，所以也叫挂墙式马桶。与传统的落地式马桶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无地面的卫生死角，而且安装后简洁大方，颜值颇高，因此也非常受年轻人的青睐。近些年可谓是红极一时。客观上来讲，壁挂式马桶确实有它自身的优势，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装过壁挂马桶的人都有些后悔了，甚至很少建议别人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什么风靡一时的壁挂马桶会跌下神坛，不受大家待见了？其实，在我看来，原因也很简单。都知道壁挂马桶颜值高、易清洁，但却忽略了壁挂马桶的缺点。如果你家卫生间也打算装壁挂式马桶，建议你不妨了解一下它的这些弊端再决定。一、造价高，款式少。虽说壁挂式马桶颜值高，但成本造价却出奇的高。市面上普通马桶，即使买个大品牌，不过才1-2千元，但如果是壁挂马桶，价格至少要贵1倍以上。而这还仅仅是马桶自身的价格，还不包括后期安装和砌墙的费用。其实，壁挂式马桶与普通马桶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暗藏式水箱，比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但一些国外牌子，动辄大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售价，简直是暴利，溢价太高了。而且，因为壁挂马桶目前还不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所以选择的款式也比较少。一旦后期坏了，型号升级，配件也很难买到。总体来说，壁挂马桶市面价格至少在5000元以上，再加上少则几百，多则上千的安装费用，以及后期的砌墙成本，综合算下来，价格确实不菲。所以，这也是大多数普通家庭不选择壁挂马桶的主要原因。二、冲水噪音大。有些人会说，壁挂式马桶的水箱是预埋在墙里，所以它的隔音效果好，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但其实马桶的上下水声音并不大，反而是它的冲水噪音才是咱们更应该关注的。要知道，壁挂马桶是墙排的，所以马桶必须是直冲式。用过直冲式马桶的人都知道，它是靠高水位、大冲力把污垢冲走，所以它冲水时的噪音声特别大，并且一些较轻的污物漂浮在水面的话，会有冲不下去的情况。反观落地式马桶，大多数是虹吸式的冲水方式，不仅冲水噪音小，静音效果好，而且还不会反味，冲水效果也是没话说，即使扔10几个乒乓球在上面，一样能吸进去。三、并不省空间。很多卖卫浴的厂家宣传说壁挂马桶更省空间，其实根本就是个误导。虽说壁挂式马桶的水箱是安装在墙里的，但实际上暗藏水箱的面积也是从你家卫生间里挤出来的，所以表面上看似省空间，其实只是个错觉而已。就拿壁挂马桶的水箱尺寸举例，普通水箱的高度也至少在90公分左右，其实马桶墙壁的宽度也要65公分以上，墙体厚度在20公分。除此之外，墙体外的马桶自身的尺寸一般也在55公分左右。再来对比一下普通落地式马桶，它的宽度一般为40公分左右，高度80公分。所以大家不难发现，安装壁挂式马桶反而更浪费空间。四、舒适体验差。壁挂式马桶区别于普通马桶，它是悬挂在墙面上，所以从使用上来说，肯定没有落地式马桶有安全感。虽说它理论上可承重400斤的重量，但对于一些身宽体胖的人来说，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心理负担。另外，壁挂式马桶还存在安装高度问题，安装高度太低的马桶下面卫生不好清洁，也失去了壁挂马桶的意义。但安装位置过高的话，对于个头矮的人使用上就不太友好了，因为坐在马桶上面需要踮脚，或者干脆双脚离地。短时间还好，如果上厕所时间长，必然会很累，甚至出现腿脚发麻、站不稳的情况。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或小孩子的，出于安全和舒适性考虑，真心不建议选择壁挂式马桶。五、后期维护麻烦。壁挂式马桶至关重要的缺点就是后期维护维修困难，马桶的水箱用久了，可能会出现开裂、漏水等情况。如果是普通落地式马桶，维修起来比较简单，即使修不好，大不了换一个也非常方便。但如果是壁挂式马桶，出现水箱漏水、水件松动的情况，维修起来就是个大工程，搞不好还需要砸墙维修。虽说壁挂马桶在安装时也会留一个检修口，但封起来的马桶维修难度可想而知。另外，壁挂式马桶不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所以对安装技术较为成熟的师傅也少之甚少。综上所述，
壁挂式马桶颜值高，地面卫生好清洁，的确是它的优点，但成本造价高，后期难维修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相比于落地式马桶高出那么多的价格，体验感不仅没有很大的提升，反而还降低了舒适感与安全性。当然了，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家排水的卫生间想要做马桶移位，那么壁挂式马桶是首选的解决方案。否则的话，从实用性的角度，还是推荐大家选择普通落地式马桶。记得我小的时候，大多数家庭的洗澡方式还是传统的烧热水模式，但随着太阳能热水器的发明推出，让人们感受到确实要比烧水来的方便，于是家家户户都安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在10几年前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都在享受太阳能热水器带来的便利。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装修新房选择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人越来越少了，甚至还出现了一部分业主舍弃开发商配置好的太阳能热水器，而是改装电热水器或燃气热水器的情况。那曾经红极一时的太阳能热水器，为何如今会跌下神坛，渐渐被冷落了呢？本期小东就客观的说说太阳能热水器的优缺点，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避坑。先来看看太阳能热水器有哪些优势。一、节能性高。太阳能热水器是靠阳光来加热水管中的水，吸收太阳光后，再将光能转化成热能，可以24小时提供热水。要知道，太阳光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说白了，只要天气晴朗，热水就可以一直免费用。虽然在冬季光照时间短和光照不强的时候，也需要通过部分电能来进行辅助加热，但是对比完全依靠电能的电热水器来说，显然节能性更高。而对比燃气热水器而言，不会用到天然气，也就在能源消耗上可以节省很大的一笔花销。二、节省室内空间。目前来说，不同类型热水器对安装条件和环境会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常见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以及燃气热水器，一般都需要安装在室内的厨房、阳台或者卫生间。但是太阳能热水器安装的条件却恰恰相反，因为它需要吸取太阳光照，才能达到想要的制热效果，所以需要选择能够照到足够太阳光的位置安装，比如说家里的院子或者是屋顶，这样也就节省了室内的空间。三、安全性高。这点很好理解，因为太阳能热水器是通过太阳能进行加热，所以一般会安装在屋顶，也有高层选择悬挂在室内的，总之都是人员不能触碰到的地方，这也就避免了触电的风险。相对于燃气热水器而言，没有气体污染物的排放，也不会出现燃烧不充分的一氧化碳中毒问题，更不会出现煤气闪爆危险，所以太阳能热水器安全性更高，可以放心使用。四、使用寿命长。太阳能热水器不仅节电节气，而且耐用寿命长，正常使用情况下不易损坏。一般来说，家用电热水器的寿命普通在8年左右，燃气热水器则是在6年。这两种热水器即便是每年都定期保养，但时间久了也会出现内部零件老化问题，所以超过年限就要更换新的，不然容易发生安全隐患。但是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寿命会很长，一般正常使用在10年左右，如果定期维修维护，基本都能使用到15年以上，甚至更久时间。再来说说太阳能热水器为什么不红了，它的劣势在哪里？一、使用上的不便。太阳能热水器的自身优势是节能不耗电，这也是大家认可的点，但是说到底也是靠天供热的玩意。说白了，太阳能加热的效率完全取决于天气的好坏。夏天光照强的时候水温就高，遇到阴雨天气放出来的基本也都是凉水，到了冬天能用到的时候更是少之又少。可能有的人会说，现在的太阳能热水器也有电热辅助装置，可以在光照不够的时候通过热能辅助加热的，但问题是太阳能电加热成本很高，一般200升储水量的太阳能热水器加热时间过长，能耗大，而且夜间加热不明显，这就导致了很多人放弃了它。二、浪费水，舒适感不强。咱们都知道，一般太阳能热水器多数是安装在楼顶上，需要把室内的水管和顶楼的热水器连接，才能提供热水，所以这就导致管线太长，里边会有大量的积水，所以每次用之前都要先把冷水放出来，然后才有热水。另外就是使用热水的舒适感差，因为太阳能的水温是根据天气而定，
这也就导致水温的不稳定，夏天烫得要死，冬天冻得要死。还有，由于太阳能热水器热水的最高可以达到100°C，与冷水温差很大，尤其是在洗澡淋浴时，其他人一般就不能使用热水或冷水了，因为一旦使用，会影响冷热水的水压变化，会出现忽冷忽热的现象。3. 维修成本高。太阳能热水器因为是安装在楼顶上的缘故，经常风吹日晒的，所以定期的维护检修是少不了的，不然用几年就容易出问题。像检修水管、更换密封圈等等，维修一次人工费加上更换损坏部件，一般来说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4. 后期养护麻烦。加上太阳能工作原理，使用上会让水管内时常有泥沙残留，这种杂质长期在水管内部会对机器造成轻微的损伤，所以太阳能水管需要经常性的清洁，但其内部结构相对复杂，一般需要专业人员来维护。如果是地区偏远的乡镇用户，会导致维护上的不便，所以使用率也就大大降低了。5. 可替代产品太多。随着技术的发展，更多不同类型的热水器产品涌入市场，最常见的就是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不论是从使用和安装上都非常的方便，并且再也不受天气和储水量等问题的困扰，真正解决了每天都能在家洗澡的大难题。所以这也就让每天都有用热水需求的家庭直接选择了它们。总结一下，总体来说，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环保、热水便捷，其实算是一个好产品，但它的弊端也太过明显，过分的依赖天气和光照，这就导致了用户使用上的不便，而且因为安装环境受限，这也造成了后期的维修和养护都非常麻烦，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也就渐渐的被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等产品替代。洗衣机几乎是家家必备，作为生活中的刚需家电，它是我们日常洗涤、清洗衣物的重要帮手。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现在买洗衣机人普遍都会选择滚筒式洗衣机，这就让人想不明白了。明明是波轮式洗衣机价格便宜，而且洗衣服更干净一些，那为什么滚筒洗衣机反而卖得更好了？听一位卖家电朋友说，现在买波轮洗衣机的大部分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多数人更倾向于滚筒洗衣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家居博主，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另外，这些年家里面也换过3、4台洗衣机，从波轮到滚筒都用过，对比下来，我总结了波轮洗衣机和滚筒洗衣机相比较，有3方面优势，也有3点不足。波轮洗衣机的优势： 1. 性价比高。要说波轮洗衣机性价比更高，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首先就是价格优势，毋庸置疑，市面上的波轮洗衣机确实售价低，甚至可以用大白菜价形容也不为过。我记得家里的第一台波轮洗衣机10公斤的大容量，当时买的时候才花了700多块。现在即使你买个大品牌的波轮洗衣机，带点先进技术的，价格通常也不超过2000，而反观滚筒式洗衣机，普通款式的都在3、4千元，卖到7、8千甚至上万的更是比比皆是。另一方面，通常波轮洗衣的使用寿命长，像我家那台至今已经工作7、8年了，还是啥毛病没有。说简单一点，就是波轮洗衣机因为结构简单，反而不容易损坏。2. 操作体验好，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波轮式洗衣机操作简单，人人都会用，基本就和你用微波炉热饭菜一样，打开盖子，放入洗衣液，点击电源按钮和启动按钮，之后就不用管了。其次，如果洗到中途发现有遗漏的脏衣物，只需要点击暂停键，打开盖子，把衣物丢进去就可以了。另外，上翻盖的设计也非常人性化，拿取衣物不用弯腰。再说滚筒洗衣机，想把它彻底使用明白，还真的花上一番功夫。首先就是它的按键多，还有旋转按钮上的各种洗涤模式，光是产品的操作使用说明书就是厚厚的一本，对于年轻人来说，想把它完全弄明白也很费事，更别说家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了。还有一点就是滚筒式洗衣机是下方侧开门设计，这就造成每次拿取衣物都需要下蹲或弯腰，如果衣物多了，频繁晾晒会非常累人。这也是为什么售货员会说一般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愿意选波轮洗衣机最主要的原因了。3. 洗得干净。两种洗衣机的工作原理不同，波轮洗衣机类似于手搓结衣，而且滚筒式洗衣机类似于摔打式结衣，所以相比之下，大家也都认同波轮洗衣机的洗净比更高。但是
实话实说，对于家用洗衣机很难说哪种洗涤方式更干净。比如我家的波轮和滚筒相比，并没觉得在洗完衣物的洁净程度上有啥差别。要说区别，就是我家那台滚筒洗衣机，有时候洗完衣服，感觉上面有时候会残留少量的洗衣液味道，这大概应该和滚筒洗衣机用水量少有关。家里波轮洗衣机就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这大概也就是波轮洗衣机的优势所在。波轮洗衣机的不足之处：一、损伤衣物。都说波轮洗衣机的工作方式水流大、搅动大，属于暴力洗衣，这点我是认同的。波轮洗衣的这种搓洗方式确实对衣物损伤大，我家那台就是如此。如果衣物多一点，洗完后的衣物都会缠在一起，不好拿，往往需要花时间手动把它们分开，而且上面全是褶皱，这点确实很烦心。而反观滚筒洗衣机，一般从来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洗完的衣物不仅不会缠绕，而且对衣物的损耗也小很多。像这年头，谁还没有几件好衣服？所以也是很多人更愿意用滚筒洗衣机的根本所在。二、功能太单一。不可否认，波轮洗衣机之所以卖的便宜，也是因为功能太单一。一般来说，只有洗涤和甩干程度。市面上卖的贵一点的波轮洗衣机，也无非是外观材料好一些，容量更大一些而已。虽说现在的高端波轮洗衣机也应用了防缠绕技术，但说实话，有了这个技术，就真能做到100%的无缠绕吗？这个还真就不一定呢。而滚筒洗衣机不仅功能多，洗涤模式也丰富。比如我家那台，不仅有空气洗、羽绒洗、羊毛洗，而且还可以选择超柔洗、速洗、丸字洗，可以满足不同衣物材质和污渍程度，选择合适的洗涤模式。另外，还有波轮洗衣机不具备的高温加热、消毒杀菌以及衣物烘干模式。对比之下，显然滚筒式洗衣机更能满足当下人们对衣物洁净的更多需求。三、颜值差，占地方。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在购买电器的时候，已经不再像以前只关注功能性了，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于电器的颜值也很在意。波轮洗衣机因为价格便宜，所以用料也很一般，大部分都是塑料材质，看上去很廉价，很难满足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用户。而滚筒洗衣机看上去就高档多了，一般也都是金属材质，外形小巧紧凑，高级感十足。另外，很多人选择滚筒洗衣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节省空间。波轮洗衣机上是开门的，所以上方空间不能利用，就是不能做台面，否则舱门就打不开了。而滚筒洗衣机就没这方面的顾虑，它是侧开门的，可以很好的内嵌在卫生间或阳台洗漱盆下，使用时完全不受影响。总结一下，综上所述，大家不难发现，滚筒洗衣机之所以更多人选择，优势在于外观颜值高，洗涤时对衣物更呵护，而且洗涤的功能和模式更加丰富。而波轮洗衣机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的优势体现在价格便宜、操作简单，而且使用寿命长。所以，咱们在购买洗衣机的时候，不是看那种销量好，而是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去选择。房子装修是一件既漫长又劳心费力的事情，装修过程中，即使你全心投入，但结果也未必让人满意。尤其是对于第一装修的新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毕竟每一个装修细节和决定都会影响日后的居住体验。我这些年前后也装修过3套房子了，可以说非常了解装修过程中的艰辛。这一期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装修建议，希望能帮助大家成功避坑。一、入户门建议只换锁，不随便换门。对于装修新人来说，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什么材料都要求最好的，结果导致不断的超预算。比如有些人没等装修呢，就想着花大几千先把入户门换掉，其实在我看来完全没必要。首先，开发商自带的入户门一般质量都不差，基本都是符合验收标准的。其次，入户门的防盗效果也不取决于门，而是在于门锁安不安全。与其花大几千换个入户门，还不如花了1800元换个更安全的门锁。另外，如果觉得入户门的颜色不好看，也可以只喷漆改色，换入户门的预算完全可以省下来。二、客厅建议铺瓷砖，不铺木地板。很多人对木地板情有独钟，会觉得地板既温馨，脚感又好，于是选择地面通铺木地板。实际上，这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就长远考虑，木地板的耐造程度远远不及瓷砖，时间一长很容易开裂、翘边、起拱，而且环保性也不如瓷砖。另外，
客厅属于公共区域，需要经常走动，还要每天打理，地面铺瓷砖也更加省心，所以建议实在喜欢木地板的，可以选择客厅铺瓷砖，卧室铺地板的最佳方案。3. 墙面建议刷乳胶漆，不用壁纸或硅藻泥。现在对于墙面装修材料选择性很多，很多人会觉得刷乳胶漆过于单调，可能会想着贴壁纸或者做全屋硅藻泥。但这两种材料虽说有一定的装饰效果，但自身的缺陷也很明显，比如壁纸使用寿命短，用不了2-3年就翘边起皮，而且受潮还容易发霉。硅藻泥虽说环保性高，但只有吸附少量甲醛的能力，并不能去除甲醛，而且装修效果也一般，凹凸不平的表面积灰很难打理。另外，价格和人工费也比较高，所以综合来看，还是刷乳胶漆最具性价比，成本低，施工简单，后期通过软装和灯光搭配，装修效果一点不受影响。4. 层高低于 2.7 米，建议做局部吊顶。全屋吊顶并不是装修的必需品，没必要为了吊顶而吊顶，尤其是做那种复杂的吊顶，不仅积灰难打理，而且压缩层高，让室内空间显得很局促，住在也会显压抑。所以建议层高不足 2.7 米的不要去做吊顶。如果有电器设备需要做隐藏，可以选择做局部吊顶，既满足了需求，又不会压缩层高。另外，即使不吊顶，也可以做单层或双层石膏线，来增加棚面的装饰效果。5. 小户型建议选直排沙发，不选 L 型组合沙发。客厅摆放 L 型沙发，虽然更加稳重显大气，但并不适合小户型。客厅太小的话，选择这种组合沙发的话，会让空间显得特别拥挤，而且还影响行走的动线。实际上，小户型更适合选择3人位的直排沙发，视觉上既宽敞又不影响空间动线。另外，款式尽量避免选落地式，又笨重又违和，建议选择高腿细脚款式，既轻盈又方便打理卫生。6. 厨卫建议装铝扣板吊顶，不用石膏板吊顶。厨卫用石膏板做吊顶，优点在于整体性好，看上去更加美观，但实际上石膏板吊顶用久了，避免不了泛黄、受潮生霉这些问题，而且一旦产生漏水现象，拆装维修也是个大麻烦。所以从长久来看，不如选择普通的铝扣板，经济实惠，方便打理，而且后期还好维修。如果实在想追求颜值和效果，建议可以选择蜂窝大板吊顶。7. 封阳台建议用断桥铝，不用塑钢窗。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把自家的阳台封起来，毕竟多个一个可以改造的空间，而且也不用担心风雨季节阳台积灰积水。对于封阳台的材料，建议不要用塑钢窗，虽然预算成本可能会少花一点，但强度不如铝材，常年的风吹日晒，用不了3-5年就会老化变形，而且隔音差，保温差，所以建议一步到位选择断桥铝窗，更加经久耐用，而且保温隔热和隔音方面都要优于普通的塑钢窗。8. 卫生间建议装金属门，不装木门。很多人会因为卫生间装木门档次高，而且也能和室内门做统一，但是需要提醒你的是，卫生间水气重，把木门装在卫生间，长时间受潮气侵蚀，必然会开裂起皮，后期很难修复，所以建议卫生间还是用金属门，实用性更好。目前流行的泰美合金门搭配长虹玻璃，颜值和装修效果一点不比木门差，而且还不涉及到环保问题。最关键的是，金属门不怕潮气侵蚀。9. 卧室建议装吸顶灯，不装网红吊灯。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网红吊灯确实款式新颖，造型更加好看，对新人来说诱惑不小。但是家里安装灯具的作用是照明，装饰性在于其次。那些网红羽毛灯、分子灯、水晶吊灯，虽然装饰效果好，但弊端太容易积灰，没用几个月呢就灰蒙蒙的，不清洁的话影响照明和美观性，清洁起来又费劲，所以真心不如简约大气的吸顶灯实用。10. 对装修完全不懂，建议找装修公司。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装修会省钱，其实对于装修完全不懂的新人来说，真的不要盲目的选择自装。首先，自己装修意味着所有材料都需要自己买，所有工种都要自己去对接。如果你对装修不了解，买装修材料会被坑，装修工人看你不懂，干活也是能糊弄就糊弄，怎么施工方便怎么来，根本不会为你考虑，到头来很容易出现钱没少花，装修质量还不行的情况，而且后期出现问题也是很难找到人。所以
对装修不懂，建议还是找一家更专业的装修公司。虽说多花点钱，但起码省心省力，而且装修质量有保障。洗衣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洗涤清洁衣物的重要帮手，也是每个家庭必备的大家电之一。市面上的洗衣机分波轮和滚筒是两种，而滚筒洗衣机外观高大上，颜值高，而且不伤衣物，功能更加丰富，作为宣传噱头，曾经红极一时。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却出现了被消费者诟病的情况，甚至在年轻群体中也出现了舍弃滚筒用波轮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风靡一时的滚筒洗衣机会跌下神坛？它本身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与波轮相比，哪种更好用呢？我用了3台，可以和大家说说真实的感受。先说为什么滚筒洗衣机很红，它的优势在哪里？一、颜值高。滚筒洗衣机外形小巧紧凑，箱体为金属材质，比起塑料材质，造型朴素的波轮洗衣机颜值更高，高级感十足，有种一眼看上去就是高端货的感觉。而且得益于侧方掀盖的设计，可以实现更多搭配可能，例如嵌入式等，因此也备受年轻人的青睐。2、节约省水。波轮洗衣机是依靠波轮旋转搅动起涡流，靠水流搅动衣物，水必须浸过衣物，因为用水量也较大。而滚筒式洗衣机则是利用横放的滚筒，让衣物不断的重复从桶内上方摔下来的运动，所以水只要浸湿衣物即可完成摔打的过程。因此滚筒式比波轮式省水，用水量一般为波轮的1半左右就够了。3、不伤衣物。波轮洗衣机的洗衣方式类似于加强版的手工搓洗，主要是利用衣服在涡流中互相摩擦来去除污渍。在工作中，强力的水流容易使衣物缠绕，衣物之间的摩擦，衣物与桶壁间的摩擦也会加重衣物的磨损。而滚筒洗衣方式类似于原始的河边的洗衣方式，利用不断的拍打来去除污渍。这种摔打的洗衣方式对衣物的损害比较小，而且衣服不会出现缠绕的现象。4、洗涤功能多。一般来说，波轮洗衣机的功能基本上只有洗涤和甩干2种模式，贵点的波轮洗衣机最多也就多个防缠绕功能，而反观滚筒洗衣机，在洗涤模式上也更加丰富，诸如羊毛、羽绒、丝绸、衬衫等，根据不同面料选择不同清洗模式。另外，一些高端的滚筒洗衣机还有空气洗、除菌消毒洗涤、高温煮洗、烘干等功能，显然更能满足大家对衣物洗涤的多种需求。再说，为什么滚筒洗衣机突然不红了？它的劣势在哪里？一、洗净率太差。洗衣机，我们对它最基本的需求是把衣物洗干净。滚筒洗衣机在工作的时候名曰节水，但事实上漂洗时水量不够，会导致脱水后衣服上还残留有大量的洗涤液和香气。我家那台滚筒式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咨询卖洗衣机的商家说是因为洗涤模式没选对，还说有可能是洗衣液放多了导致的，但是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滚筒式就因为它用的水太少，反而洗得不干净，所以它在洗净率这点上完全不如波轮式。2、添加衣物不方便。滚筒洗衣机为了防止洗衣水和泡沫流出机身外，因此工作时会把机门锁紧，说白了就是机器一旦运转起来，舱门就处在了密封状态下，如果想要在中途随意添加衣物，几乎不可能。而波轮洗衣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哪怕你在洗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了落下的衣服，也可以一股脑的扔进去，反正打开盖子就可以。当然了，近几年市面上也出现了可以中途添加衣物的滚筒洗衣机，但这种支持中途添衣的型号价格都不便宜，动不动就5000起步，而且也要等待滚筒停止转动并排水以后才能打开机门。3、操作过于复杂。滚筒洗衣机功能多，这个咱得承认，可对应的操作起来也十分繁琐，这点对于年轻人来说还好，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有点麻烦了。像我老妈前不久来我家，想用我家那台滚筒洗衣机洗被罩，面对多种洗涤模式和各种各样的电脑程序，看了半天说明书，还是无从下手，最后只能放弃。反观波轮洗衣机就是真正的傻瓜式操作了，只要放入衣服和洗衣液，点击启动按钮就可以全自动洗衣，可以说操作十分简单明了。4、拾取衣服用着累。波轮洗衣机是上翻盖设计，而且由于高度较高，所以在操作中只需要站着就可以完成取衣晾衣的步骤，换言之就是拿取衣物都十分方便。
而滚筒洗衣机是侧方翻盖设计，所以不论是在洗衣前还是洗完衣服以后，总是要蹲下或者来回弯腰拿取衣物。这对于腰椎不好的朋友或者是老年人来说，简直不要太受罪。5、维护上的成本高。滚筒洗衣机因为功能多、洗涤程序多、结构自然更加复杂，机器一旦出现了质量问题，那么后期的维修费用自然也不会太低。而且不同品牌的不同型号滚筒洗衣机，有时候零配件很难买，配不上零件的话，很可能就要更换新机了。而波轮洗衣机结构简单，也很少牵扯到什么核心技术，大部分零件都是通用的，因此维修保养的成本相对也会低不少。6、价格昂贵。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市面上的滚筒洗衣机2000多块的，一般只能买到各品牌的低端机型，质量和表现都很一般。如果想买质量好一点的、功能更多的机型，价格基本都在5000元以上，甚至更高。说实话，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个价格是真心不便宜。再看波轮洗衣机的价格就亲民多了，买个品牌的不过才1800块，如果选择2000价位的，基本都是有点技术含量的高端机型了。总结一下，滚筒式洗衣机虽然颜值高、功能多，洗涤时对衣物更加呵护，但是洗净率不理想，操作起来也比较繁琐。从真正的洗涤效果和后续的实用性上来看，不如波轮洗衣机，而且滚筒式价格昂贵，后期维修维护的成本也高，这和不断打折的波轮洗衣机相比，实在没太大优势，所以自然也就不红了。当然，波轮洗衣机也并不能兼顾颜值和实用性，毕竟对衣物损伤大，始终是个逃不掉的缺陷。所以具体选哪种还看它自身的需求决定。在乎颜值，想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就选滚筒；如果预算不高，并追求洗涤效果，则波轮洗衣机必然是首选。